大家好，我们频道独家获得关于以色列你需要知道的一切简明、信息丰富的指南书的播放权。这是亚洲各国读本系列的其中一本。这个系列由世界简报编辑部编写。大家可以在亚马逊书店或者本节目的内容介绍中点击连结购买此书。介绍：关于以色列你需要知道的一切是了解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综合指南。这本书概述了以色列的历史、文化和时事，并深入探讨了这个国家的独特之处。您需要了解的有关以色列的一切信息，对于任何有兴趣进一步了解这个迷人国家的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资源。1. 以色列概况。以色列是一个位于中东的小国，尽管国土面积小，但以色列是该地区的主要参与者，拥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今天的以色列是一个经济繁荣、军事强大的现代化西化国家。以色列位于地中海东岸，它与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埃及接壤。该国分为3个主要区域：沿海平原、丘陵地带和约旦河谷。特拉维夫是以色列最大的城市，也是该国的金融和文化中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是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圣城。其他主要城市包括海法、阿什杜德和贝尔谢巴。以色列的气候因地区而异。沿海平原属于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潮湿。山区气候凉爽温和，而约旦河谷则炎热干燥。以色列有大约800万人口，大多数人口是犹太人，但也有大量的阿拉伯少数民族。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是以色列的官方语言。以色列的经济以高科技产业、农业和旅游业为基础。该国在软件和计算机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它也是农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尤其是柑橘类水果和蔬菜。以色列是一个民主国家，实行议会制政府。总统是国家元首，而总理是政府首脑。一院制议会，以色列议会负责通过法律。以色列国防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该国对所有18岁以上的公民实行义务兵役。以色列拥有丰富多样的文化。该国拥有许多博物馆、艺术画廊和历史遗迹。特拉维夫以其充满活力的夜生活而闻名，而耶路撒冷则是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圣城。2. 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悠久而复杂，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今天，以色列的犹太国家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繁荣的民主国家，但它并不总是一条容易到达这里的道路。在本章中，我们将了解以色列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从最早的开端到今天的现代国家。以色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青铜器时代，当时该地区居住住迦南人。以色列人是游牧民族，最终定居在迦南地。他们由一系列君主统治，后来被波斯帝国统治。公元前6世纪，该地区先后被巴比伦人和波斯人征服。犹太人被允许信奉他们的宗教，并在波斯统治下过住相对和平的生活。然而，当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4世纪征服波斯帝国时，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亚历山大的统治下，犹太人受到严厉对待，许多人被迫皈依希腊宗教和文化。这导致了公元前2世纪的犹太人起义，最终成功地将希腊人赶出了该地区。犹太人随后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罗马时期以巨大的动荡和冲突为标志。公元70年，罗马人摧毁了耶路撒冷的犹太圣殿，并于公元135年将犹太人驱逐出城。犹太人分散到世界各地，但许多人继续住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了该地区，犹太人再次遭受迫害。20世纪，犹太人开始返回以色列的土地。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成为犹太人的家园。从那时起，以色列经历了许多战争和冲突，但也是取得巨大进步和成就的时期。今天，以色列是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国家，它是一个民主和繁荣的文化和经济中心。以色列的历史漫长而复杂，但也是一个充满韧性和希望的故事。3. 以色列的宗教。宗教是以色列社会的核心。全国宗教组织机构众多，宗教生活丰富多彩。
以色列有4种官方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德鲁兹教。犹太教是最大的宗教，大约75%的以色列人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基督教是第2大宗教，大约20%的以色列人是基督徒。伊斯兰教是第3大宗教，约有14%的以色列人是穆斯林。德鲁兹是最小的宗教，大约2%的以色列人认为是德鲁兹。在以色列，宗教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分离。这个国家是一个世俗民主国家，宗教不是政治或政府的一个因素。然而，宗教 I.O. 确实对公共政策有一些影响，特别是在婚姻、离婚和埋葬等问题上。以色列的宗教生活非常多样化，有数百个不同的犹太教堂、清真寺和教堂，代表了广泛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以色列还拥有许多对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很重要的圣地。4. 以色列的政府和政治。以色列政府是以色列国的管理机构，由3个部门组成：行政部门由总理领导，立法部门、以色列议会和司法部门。总理是政府首脑，也是以色列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总统是国家元首，主要行使礼仪性权力。议会是以色列的议院制立法机构，有120名议员，每名议员按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任期4年。政府由议会的多数席位选举产生。司法部门由最高法院领导，包括下级法院系统。以色列政府建立在议会民主原则的基础上。总理是政府首脑，由总统在议会推荐后任命。总理是议会中最大政党的领袖或政党联盟的领袖。首相有权任命和罢免部长，并控制政府的议程。政府对议会负责，其成员必须是议会议员。以色列议会选出1名议长，担任议会主席并主持议会会议。议会还选举1名副议长，担任议会副议长。议会有权通过立法、选举总统和总理，以及批准政府预算。议会还有权以叛国罪或其他严重罪行为由弹劾总统和其他公职人员。司法部门由最高法院领导，包括下级法院系统。最高法院是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其裁决是最终裁决。最高法院有权废除他认为违宪的法律。最高法院也是刑事和民事案件的终审法院。5. 以色列经济。以色列拥有技术先进的自由市场经济，政府进行了大量干预。原油、粮食、原材料、军用装备依赖进口。尽管自然资源有限，但过去几十年农业和工业部门的集约化发展，使以色列在粮食生产方面基本自给自足，谷物和牛肉除外。以色列在水技术和海水淡化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生产的淡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使以色列自给自足的农业和工业发展带来了经济增长和多样化，使其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旅游业、高科技和服务业现在是增长和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人均收入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以色列银行是该国的中央银行，负责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以色列央行现任行长是阿米尔亚隆教授。以色列经济也具有高度创新性。2018年，以色列被彭博创新指数评为全球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在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第2，仅次于美国。6. 以色列的人口统计。以色列的人口在建国初期迅速增长，这主要是由于大规模移民。从那以后，人口稳定下来，现在正以适度的速度增长。2016年，以色列人口852万，其中74.2%是犹太人，20.8%是阿拉伯人，4.6%是其他宗教。犹太人口分为2个主要群体，占犹太人口多数的德系犹太人和占少数的西班牙系犹太人和米兹拉西犹太人。Ashkenazi 犹太人主要是欧洲血统，而 Sephardic 和 Mizrahi 犹太人是中东和北非血统。阿拉伯人口由穆斯林和基督徒组成，其中穆斯林占多数。阿拉伯人主要居住在该国的北部和南部，北部最为集中。以色列的其他宗教团体包括德鲁兹、基督教等。德鲁兹人士主要居住在该国北部的少数宗教团体。基督徒约占人口的2%，主要居住在北部，
尽管南部也有一个小社区。7、以色列的教育。以色列的教育系统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以色列对3至18岁的儿童实行义务教育，教育体系以英国体系为基础，以希伯来语为教学语言。英语也从很小的时候就作为第二语言教授。以色列有许多私立学校，提供多种教育理念和方法。以色列的大学因其在医学、农业、高科技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和开发而闻名于世。8、以色列文化。以色列有许多不同的文化。以色列的文化是犹太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其他文化的混合体。以色列的文化也受到与其接壤国家文化的影响。以色列的犹太文化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文化截然不同。以色列的犹太文化更加传统和宗教化。以色列的犹太文化也受到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以色列的阿拉伯文化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阿拉伯文化有很大不同。以色列的阿拉伯文化更加传统和宗教化。以色列的阿拉伯文化也受到犹太文化的影响。以色列的文化也受到与其接壤国家文化的影响。以色列的文化受到巴勒斯坦文化、约旦文化和叙利亚文化的影响。9、以色列的艺术。以色列的文化生活充满活力和多样性。该国的文化融合了犹太、阿拉伯和以色列传统。艺术是以色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色列艺术家曾多次获得国际奖项。音乐是以色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国家有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从传统的犹太和阿拉伯音乐到现代流行音乐和摇滚乐。戏剧在以色列也很受欢迎。该国有几家剧院公司用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英语制作戏剧。以色列还拥有蓬勃发展的电影业。以色列电影赢得了许多国际奖项。体育在以色列也很受欢迎。这个国家有很强的竞技体育传统，例如篮球、足球和网球。10、以色列的体育运动。在一个人们对宗教和政治都充满热情的国家，以色列人也对他们的运动充满热情，也就不足为奇了。足球是以色列最受欢迎的运动，紧随其后的是篮球和网球。以色列人从1952年开始参加奥运会，共获得9枚奖牌，3金、3银、3铜。最近的以色列金牌得主是柔道运动员亚登·格比，他在2016年夏季奥运会上获得女子63公斤级金牌。由于以色列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它没有自己的职业体育联盟。然而，以色列人可以参加国际联赛，许多以色列人在欧洲足球联赛中取得了成功的职业生涯。除了传统运动，以色列人还热衷于极限运动。以色列培养了数位世界级的风帆冲浪者，该国还是攀岩和定点跳伞的热门目的地。11、以色列美食。以色列美食受到以色列国家控制下的许多国家以及当地阿拉伯和米兹拉西社区的美食的影响。以色列的食物反映了该国多样化的人口，其食谱和烹饪风格借鉴自中东、欧洲和北非。以色列美食中的常见成分包括橄榄油、大蒜、柠檬和孜然和红辣椒等香料。以色列饮食的主食包括皮塔饼、沙拉三明治、鹰嘴豆泥和 shakshuka。以色列人通常一天吃3顿饭，早餐、午餐和晚餐。早餐通常是面包和奶酪或鸡蛋的便餐，而午餐和晚餐则更为丰盛，通常包括肉类或鱼类。以色列人也很喜欢吃零食，有很多受欢迎的以色列小吃，比如 Bomba、Bisli、Jaffa Cakes。以色列的饮食文化受到该国众多移民的影响，他们带来了家乡的烹饪传统。因此，以色列美食是各种风味和食材的大熔炉，总有一款适合每个人的口味。12、以色列地理。以色列国位于中东地中海东南岸，它北部与黎巴嫩接壤，东北部与叙利亚接壤，东部与约旦接壤，东部和西部分别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领土接壤，西南与埃及接壤。以色列领土包括2000多个岛屿，其中主要岛屿是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该国位于3大洲的十字路口：欧洲、亚洲和非洲。该国的主要地形特征是沿海平原、北部的加利利地区、南部的内盖夫沙漠和中部高地。
该国最高点是海拔1208米（3963英尺）的梅隆山，最低点是死海负417米（负1371英尺）。以色列气候温和，夏季温暖干燥，冬季凉爽多雨，年平均气温为21摄氏度70华氏度，平均降雨量约为660毫米（26英寸）。主要人口中心是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而其他城市包括海法、里熊莱西安和阿什杜德。以色列总人口超过800万，其中约75%是犹太人，20%是阿拉伯人，5%是其他少数民族。以色列的官方语言是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英语也被广泛使用。货币为以色列谢克尔。以色列的经济是自由市场经济，生活水平高。该国在多项竞争力指标中名列前茅，包括世界银行的经商便利度指数和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以色列是联合国、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13. 以色列的气候。以色列属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凉爽潮湿。以色列的气候受其位于地中海和阿拉伯海之间的位置的影响，气候也受到以色列是一个地形多变的小国这一事实的影响。以色列的年平均气温为 20.4 摄氏度 68.7 华氏度，耶路撒冷的平均气温为 18.6 摄氏度 65.5 华氏度。以色列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温度是1950年戈兰高地的零下9摄氏度16华氏度，有记录的最高温度是1942年阿拉瓦沙漠的54摄氏度129.2华氏度。沉淀。以色列每年平均降水量为630毫米 24.8 英寸，大部分降雨发生在冬季，即10月至4月。降雪在以色列很少见，但在高海拔地区偶尔会下雪，例如加利利和戈兰高地。极端天气。以色列有时会受到极端天气条件的影响，例如热浪、沙尘暴和山洪爆发。热浪在以色列并不常见，但它们可能会发生。最近的热浪发生在2017年6月，当时耶路撒冷的气温达到38摄氏度 100.4 华氏度。沙尘暴通常发生在春季，当时强风将沙尘从撒哈拉沙漠吹入以色列。这些风暴可以持续数天，并可能导致呼吸系统问题。以色列可能会发生山洪爆发，尤其是在朱迪亚沙漠。这些洪水可能是危险的和具有破坏性的，它们经常导致洪水易发地区的道路关闭和房屋疏散。14. 以色列旅游业。近年来，以色列已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以色列体验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在以色列有许多不同的景点和活动，游客可以参观西墙和圣殿山等历史遗迹，也可以在死海中畅游。他们还可以参观现代化的大都市特拉维夫，或在加利利的美丽风景中远足。无论您的兴趣是什么，您都可以在以色列找到可以做的事情。以下是一些可帮助您计划旅行的提示。什么时候走？访问以色列的最佳时间是3月至5月，或9月至11月。这几个月的天气最好，气温温和，降雨量少。到那里怎么走？世界上许多主要机场都有直飞以色列的航班，或者您可以搭乘经欧洲或中东的转机航班。签证要求：大多数国家的公民无需签证即可进入以色列，最多可停留90天。但是某些国籍确实需要签证，因此最好在旅行前咨询当地的以色列领事馆。四处逛逛。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家，所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很容易。公共汽车和火车定期在主要城市之间运行，也有很多出租车。打包什么？以色列属于地中海气候，因此带上适合炎热天气的衣服。然而，为凉爽的夜晚准备一件薄外套或毛衣也是个好主意。安全。以色列通常是一个安全的国家，然而恐怖袭击的风险始终存在。因此，及时了解最新的旅行建议非常重要。钱。以色列的货币是以色列谢克尔 （ILS）， 信用卡被广泛接受，自动取款机随处可用。语言。以色列的官方语言是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然而英语也被广泛使用，
因此与当地人交流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健康，前往以色列旅行没有强制性疫苗接种，但是在旅行之前咨询您的医生始终是个好主意，以确保您的疫苗是最新的。凭借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以色列是一个适合每个人的国家。遵循这些提示，您可以确保您的以色列之旅安全愉快。15. 以色列的基础设施。以色列拥有广泛且发达的基础设施。该国拥有现代化的电信基础设施，覆盖全国的光纤网络和119%的移动蜂窝用户率。该国还拥有现代化的公路网络，铺设道路超过15000公里。全国的铁路系统也很发达，有1300多公里的轨道。以色列也有许多海港和机场。该国的海法海港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海港之一，每年处理超过2000万吨的货物。以色列的机场系统在2016年接待了超过2600万名乘客。16. 以色列交通。假设你想要一个关于以色列公共交通的章节，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以色列的公共交通可靠、安全且相对便宜。大多数人定期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游览全国。以色列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公共交通工具，最常见的是公共汽车和火车。以色列的公共汽车由私营公司运营，是大多数人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它们相对便宜且经常运行，使它们成为出行的便捷选择。以色列的火车由国有的以色列铁路公司运营，它们比公共汽车稍贵，但效率更高，舒适度更高。以色列大多数主要城市之间都有火车服务。以色列还有其他一些公共交通选择，例如出租车和拼车服务，但是这些不像公共汽车和火车那样常用。总的来说，以色列的公共交通是一种可靠且负担得起的游览全国的方式。它是使以色列成为便利居住地的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17. 以色列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可以在环境中找到的材料和成分。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自然资源。以色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矿产、水资源、农田等。矿物质。以色列最宝贵的自然资源之一是其矿产。以色列盛产多种矿产，包括铜、锌、镁、石棉和钾肥。这些矿物用于各种行业和应用。例如，铜用于电线和管道，而石棉用于绝缘和防火。水资源。以色列还拥有丰富的水资源。该国有2个主要水源，地表水和地下水。地表水包括河流、湖泊和水库。地下水是地下含水层中的水。以色列使用多种方法收集和储存水，包括水坝、海水淡化厂和水循环设施。农业用地。以色列的耕地面积有限，但仍能生产大量农作物。该国的农业用地用于种植各种作物，包括小麦、大麦、柑橘类水果和橄榄。以色列还生产大量的牲畜，包括鸡、牛和羊。制造业。除了自然资源，以色列还拥有蓬勃发展的制造业。该国拥有各种工厂，生产范围广泛的产品，包括电子产品、化学品、药品和纺织品。以色列的制造业是该国经济的主要贡献者。活力。以色列也是主要的能源生产国。该国拥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还通过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以色列正在努力增加可再生能源的生产，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旅游。除了自然资源和制造业，以色列还是一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该国拥有各种历史和宗教遗址，以及美丽的海滩和自然景观。每年有数百万人访问以色列，旅游业是该国经济的主要贡献者。18. 未来的以色列。以色列的未来充满潜力，但充满不确定性。该国面临严重的内部和外部挑战，威胁到其稳定和安全。最直接的挑战是与巴勒斯坦人的持续冲突。尽管1993年达成了和平协议，但暴力事件仍时有发生，最近一次发生在2014年夏季。如果冲突得不到解决，可能会导致巴勒斯坦青年进一步激进化和新的暴力事件。第2个主要挑战是以色列的世俗和宗教社区之间日益增长的裂痕。该国成立时是一个世俗国家，
但近年来东正教犹太社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导致了在妇女权利、皈依和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等问题上的紧张和冲突。第三个挑战是该国与邻国的关系。长期以来，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一直很紧张，而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关系。此外，以色列与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近年来恶化，这些挑战可能导致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孤立。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但我们有理由对以色列的未来感到乐观。该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它也是一个民主国家，有助克服逆境的悠久历史。有了决心和决心，以色列就能克服它面临的挑战，并继续繁荣。结论：您需要了解的有关以色列的一切信息，为读者提供了了解这个迷人国家的全面而详实的指南。从历史和文化到政治和宗教，这本书涵盖了您需要了解的关于以色列的一切。